今天去打新冠疫苗第二剂。我是在上个星期五2月12号接种了辉瑞新冠疫苗的第二剂，和第一次接种疫苗的程序大同小异。当天在接种疫苗的现场入口，有位护士问你是否有任何新冠肺炎的相关症状后，确认你合格，你就可以进入场所替换口罩。紧接着排队向登记人员确认个人资料后，继续排队入场注射。同样的，现场有8张桌子，8个注册护士等着大家。第二次接种疫苗的地点增加了很多。帮我打针的注册护士告诉我，如果是医护人员的话，2剂的新冠疫苗接种间隔天数在34天到42天之间。不过，长期护理中心的居民们2剂接种的间隔时间比较短，在3个礼拜到4个礼拜以内。我接种的第二剂疫苗剂量和第一剂一样，是0.3毫升。在接种完之后，仍然必须在现场休息15分钟。如果没有任何症状的话，就可以离开。对于第二剂疫苗接种后的反应和第一剂大致相同，就是在接种的地方有种酸痛的感觉，但是过了第一个晚上之后就好了。在我工作的长期护理中心内的居民们也都在2月初打完莫德纳的第二剂新冠疫苗，现在已经来到了2月中旬，这些居民们并没有出现什么不良的反应。根据亚伯达省政府的资料，亚省已经有超过45000人接受了新冠疫苗的2次接种，其中的23600人是居住在长期护理中心的人们。总计，亚省的老人院等长期护理中心的居民接种新冠疫苗的比例已经达到了83%。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亚伯达省的居民还没有接种到新冠疫苗，因为现在仍然处于新冠疫苗接种的第一阶段，主要是以医护人员以及长期护理中心的居民为对象。在今年的2月份，还在继续第一阶段的疫苗接种，而接种的速度就取决于疫苗的供应量。加拿大联邦政府在2月12号宣布，已经收到辉瑞公司的最新交货计划，确认在今年的3月底，加拿大可以接收到辉瑞制药的400万剂的新冠疫苗。亚伯达省首席卫生官也说了，疫苗接种的目标就是要减少住院和重症的人数，更进一步的避免死亡。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也在上星期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了，预计在今年的4月到6月的期间，还会再获得1080万的辉瑞新冠疫苗。此外，联邦政府还提高了莫德纳疫苗的订单，购买了另外400万剂的莫德纳疫苗，预计可以在今年的夏天运达加拿大。而到今年的第二季末，加拿大将从辉瑞和莫德纳这2家公司获得总计2300万剂的新冠疫苗。一直到今年的9月底，加拿大一共可以接收到8400万剂的新冠疫苗。因此，加拿大联邦政府表示，任何想在加拿大接种新冠疫苗的人都可以在今年的9月底之前接种到疫苗。虽然新冠疫苗在去年底开打，但是当地的传染病学专家仍然提醒民众，在疫苗的接种期间进行社交限制还是十分重要的，这样才不会让新冠病毒的变体有机可乘。亚省政府在2月18号报告了新冠肺炎的415个新病例，截至目前为止，总计有4887个病例，而测试阳性的比例是4.2%。到现在为止，有362个人住院，其中55个人是住在重症的病房。亚省政府近日宣布，公共卫生措施将根据住院的基准逐步松绑社交限制，同时为了保护卫生系统，也设定了可以预期松绑的标准，也就是一旦住院人数
在基准的范围内，政府就将考虑采取下一步行动的决定。在每个放松阶段之间，至少将间隔3个星期，主要是评估对病例的影响。第一步是，当亚省的新冠病人住院数目达到600人以下的话，就松绑餐厅、个人健身以及青少年运动的限制。亚省政府已经在今年的2月8号开始实施放宽社交限制。第二步，当住院人数低于450人的话，就陆续开放室内活动限制，其中包括了饭店和会议中心的限制的。第三步，当住院人数在300人以下的话，就可能开放更多的室内集会，包括戏院、博物馆、图书馆、赌场、动物园、成人的运动场和健身房，以及教堂等宗教聚会场所。最后一步是，当住院人数少于150人的时候，全面开放娱乐场、室内音乐厅、各种婚丧喜庆的室内外活动，以及所有的室内外歌舞表演等。虽然对于新冠疫情的未来发展，在加拿大境内人人有信心，但也个个没把握。不过，如果乐观的想，预计到今年底全民接种新冠疫苗之后，人们也许可以慢慢的恢复到以前正常的社交生活。各位认为呢？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留言，说说您的看法。谢谢您的收看，我是粉红天平，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帮我按个赞吧。祝您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